Hello，大家好，我是 DP。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AR。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 AR 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我做视频、工作，甚至生活中，包括孩子生病，我都会借助 AR 助手来做一些分析，来帮助我进行判断。但是，怎么能得到一个好用的 AR 平台是关键。今天我分享一下我正在用的这个 LoboChat，它是一个私人专属的免费的平台，你可以部署在自己的 NAS 或者服务器上，然后接入对应的 API， 就可以去使用各种那个 AR 的，就是第三方服务商的一些服务，比如说 ChatGPT 啊、DeepSeek 啊这些。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比如说我这边新建了一个角色，这边每一个都是一个角色啊，我新建了一个角色，然后给它定义了一下角色的定义，就是你是优秀的中文文字工作者，然后好，我们让他来做一件事儿，就是给我写一首关于2025年龙年新年的诗，然后发送过去。然后我用的模型是那个 GPT 的4O mini。噔噔噔噔，就这么简单。当有什么问题你需要问他的时候，就你说他答，这就是这种 AR 聚合平台。然后也有很多的平台可以选择，比如说GPT、Cloud，然后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平台 DeepSeek、千问什么都有。哦，对了，在开始之前我要提一个点啊，就是用的这种 API 接口大部分是付费的。这个东西很少有好用的免费的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花钱享受的过程。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种付费的 API 的体验会比较好一些，大概是这样。当然，你也可能会找到一些免费的 API，所以我觉得还挺方便的。那怎么去架设这么一个平台呢？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关于 LoboChat， 它一共有2个版本可以部署，一个是像我这样部署的一个简易版本，没有账户登录，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打开就能用。另外一个是数据库版本，就是你需要注册账户啊或者什么，然后那个呢就需要有很多的依赖要去安装，那个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简易版本的一个部署。好的，我们现在来开始。首先打开dpit.lab00.com， 然后搜索 Lobo。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文档，打开这个文档，前面不用看，我们直接进入这个部分。我用夸克网盘做演示，但是夸克网盘会把一些文件隐藏，如果隐藏的话，就推荐用123或者百度其他网盘来做一个辅助。打开以后，一共有3个文件，这个是 Nginx 用的一个反向代理的一个 demo 文件，这个可以下一下。如果你不用反向代理，反正视频后面会说，你就可以不下。然后这2个是镜像文件，一个是118，一个是508。就是如果你这个118的是点击 Z 是压缩包，如果你会解压缩就下118的，然后到时候解压缩解成 TR。如果你不会解压缩，你就直接下这个500的就可以了。现在我假设这些东西已经下好了，然后我在这边说一下这个镜像的版本，我给大家提供的是 1.53.8， 是2025年2月14日最新版的一个版本。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导入镜像。首先打开你的群晖 NAS， 然后打开你的 File Station。这边我上传的目录是 eImage， 它在 Docker 下的这么一个文件夹，你可以上传到任意一个你能找得到的地方。然后上传的是解压以后的 TIR 这个版本，直接把它拖上来。然后很快它就上传完了。上传完了以后，我们打开 Container Manager， 然后点那个镜像。然后这边我们选 Action， 然后选导入，然后选从文件导入，从 DSM 导入。然后这边找到我们刚刚上传的文件夹，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叫 LoboChat 的这个文件508兆，点导入。OK， 这样导入就完成了。然后在开始之前，最后一件需要准备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准备用外网访问，比如说用域名来访问你的这个 AR 平台，比如说你在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访问家里的 NAS 来做一些事情，那么你需要看我在这里发布这批视频里面使用爱快 OS 实现的一个 DDNS 的一个绑定。当然你可以不用爱快，也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 DDNS Go 啊或者什么，反正总之就是把你的域名和你的 IP 进行一个绑定就可以。这个绑定以后具体怎么用，我们后面再说。
这里就是准备阶段的所有内容，我们继续。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以后，我们下面要把这个镜像给它跑起来。我们先不着急，我们先回到 DPIT 这边这个文档里面，然后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我给了几个命令，这都是官方给出的这个命令，我带大家来简单看一下。docker run-d 这都是默认的，不用管。后面是给了一个端口3210，如果你需要改端口就在这里面改，内部的这个端口就不用改了。然后这边是一个 K， 这边提供的是 OpenAI 或者其他平台的 K， 为什么用其他平台的 K 也能呢？我们一会儿再说。然后这个access code 我写的是 DPIT 2025，这个你可以随意改成一个你能记得住的复杂一点的密码。在视频演示里我用的是 DPIT 2025。然后这个名称是 LoboChat， 这个是 Docker 镜像的名称，这个你可以随便改，没有任何问题。最后一个是镜像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版本。如果你下载了我提供的这个镜像，就后面的冒号就是冒号 1.53.8， 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你用的其他的这个地方就要对应的去改。然后第二个，上面是一个简单命令，下面是一个代理命令。代理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中转服务器或者中转服务的话，你就需要在这儿设置一个代理，这个代理就是像这样写，你需要改的就是后面这个域名，把它改成什么什么什么杠 v1，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这只是两个 demo， 它不能直接去运行，我这边再说一遍。然后如果你要运行呢，我们把 3.3 先跳过，先看 3.4， 这是我写的一个可以运行的 demo。首先前面这个没有问题，后面这个等会儿再说，这个我们先留着。然后这个地方名字也是一样的，这些都是一样的。然后这边我加了一个 customer models， 就是定义了一些模型。如果你跟我一样使用的是国内中转来做演示的话，那么这里面模型你不光可以指定为 GPT， 甚至你可以指定 Cloud。有些中转商会把这几个模型集中在一起，你通过一个地址就可以去使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接下来我们回到这里，因为这个 AI 平台大概率是要接入外网访问的，就是说从外网访问内网，所以我一般会建议这种从外网访问内网的Docker Container 做一个隔离。这边就是什么呢？首先要用这行命令去新建一个叫ENET 的这么一个网络，你可以把这个改成任意一个名字，然后默认的 Docker 的网段是 172.17， 然后我们这个新建的是 172.18， 有点像 VLAN 一样，把它做一个隔离，然后把这个 AR 指定成这个 172.18， 首先我指定到了这个我定义的这个网段，然后再把它指定到这个网段里对应的一个 IP， 这个 IP 只要没被使用过就可以。然后做完了这么一个隔离以后，即使被暴露到外网了，那么它也只能访问18以内的，然后它默认的17的那些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保护的，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会儿运行命令的话，就先运行这个，然后再运行这个，就可以把它跑起来。OK， 下面我们把这个就是 Docker 镜像给它跑起来。我可以直接，我提醒一下，我演示的时候是直接把这一段复制过来跑的，但是实际上我在视频暂停以后，把这里面换成了我对应的参数，又新建了一个，然后拿了我后面新建的去做演示的。所以你这个地方要改成你的 K， 这个地方要改成，如果用代理中转的话，要改成中转的这个地址，然后强烈建议把这个密码也改掉。好，我说完了，我先这样跑一遍。就这个 Docker 跑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这个 K 和这个 API 的这个代理地址都是不正确的。OK， 现在我修改参数以后的那个 LobiChat 已经跑起来了，我们现在来直接访问它，非常的简单。然后只需要使用 192.168.1.2， 就是你 NAS 的地址，配上3210这个端口，就可以访问到。第一次的时候它会进行一个初始化。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程序其实已经跑起来，我们现在可以在这边看到就是我刚刚配置的那几个自定义模型，然后我们就用GPT-4o mini 来做一个演示。演示的内容和刚刚一样，直接这样跑。然后这时候刚跑起来的时候，它会提示需要输入一个 password，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输入刚刚设置的那个 password， 还记得吗？就是在这个地方。
dpit 2025，如果你修改了，就用你修改以后的。强烈建议一定去修改它，或者说你根据视频跑了一遍，跑通以后把这个地方改掉。好，点确认，输入正确的以后，它就会去调用我们的那个 APR， 然后将返回的结果放出来，然后这就变成了一个你可以用的平台。到这里为止，这个平台加上这个端口在你的内网已经可以使用了。下面我们来看怎么让外网可以使用它。OK， 接下来我们来到爱快。首先我已经把动态域名就是 DDNS 和我的 IPv4 共网 IP 进行了一个映射，域名用的是 dpid-t2-v4-爱快.lab00.com， 有点长，但是方便理解。然后同时我在网络里面的端口映射里面加了一个3210的一个端口，就是 LobbyChat 的一个端口。然后我们现在这是内网的，我们在外网只要这样去输入它，然后敲回车，我们就可以以 HTTP 的方式访问这个 LobbyChat， 然后并像内网一样的去使用它。到这里是可以用 HTTP 的方式远程使用了，但 HTTP 总归不太安全，对不对？下面我们用那个 Nginx 的端口转发来把它转成HTTPS 的这么一个方式。OK， 接下来我们来使用 Nginx 反向代理来实现类似的 HTTPS 访问 HTTP。这个其实在我的那期Nginx 反向代理的视频里已经有了相关的讲解，我们再来进行一次，这次我们快一点。然后在开始之前我想说一下，首先 LobbyChat 可能会有官方的支持 HTTPS 的方法，但我习惯用 Nginx 来改了。然后 Nginx 也不一定只是局限于我提供的这一种方法，你可以用第三方插件，比如说 Nginx Proxy Manager 或者 Lucky 这样的第三方来进行快速的一个修改，我只是演示了其中一种方法。好的，我们来开始。首先我们到 Docker 里面来看我们之前建立的 Nginx， 然后我们用的端口是55102，对应的是443，所以我们外部端口是55102，建议把55102这个端口打开，但其实你在 Nginx 里用的还是443。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来开始找到下载的这个文件，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对它进行编辑。第一个最上面的端口不改，因为在 Nginx 里面我们保留的是443，然后我们在 Nginx 外面用 Docker 做了一层映射，对不对？然后下面这个域名我们改成，好的，我们把域名改成刚刚我们DDNS 的域名，然后这边第二个修改项是 log 里面，我建议把 log 和域名改成一样，这样方便查看。然后下面是证书，这个证书可以看 Nginx 那些视频里面有讲，指到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最后一个修改项就是这个 LobbyChat 的 Docker 的那个内部的地址，我们刚刚在这边有讲，我们设置的地址是 172.18.0.12，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修改的也是 172.18.0.12， 然后端口是3210。如果你用的Docker 使用了其他的方式，你可能是 172.17 点多少或者怎么样，这个怎么找呢？直接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在这个 IP address 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你那个实际的对应的地址是多少。但是就是 IP 地址一定要和那个 Nginx 在一个网段里，这边一定要再说一下，如果不知道还是去看我之前的 Nginx 和相关的那个反向代理的那些视频。这些都弄完了以后，把这个直接上传到那个 Nginx 的根目录，Nginx 配置文件的那个目录就可以去使用了。那个证书这个地址刚刚没有改，所以这边把它改正一下，改到你对应的那个 Nginx 可以识别到的证书的地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这边这个文件名稍微改一下。好的，改完名字以后，我们直接把这个拖进来，拖到 Nginx 的这个配置文件目录。我是在 Docker Nginx config project config， 是跟我之前的那个视频统一的。OK， 配置文件准备好了以后，我们需要让 Nginx 来加载新的配置文件，我们需要到这边来复制第一行，就 3.4 里面，这个应该是 3.5， 不好意思，需要来复制 3.5 里面的第一行命令，就是检查这个配置文件是否
正常。输入一个 OK 一个 successful 就没有问题，然后下面我们只需要去重载就行了。这边那个重启成功就没有问题了。再提一下，这两个命令是对应的版本是和我上一期 nginx 视频相关的。如果你的版本和我不一样，你就用的那个命令可能会有差别。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回到爱快端口映射，因为是 IPv4， 然后我们把那个55102在哪？55102在这儿，保证55102这个端口是打开的，并且转发到了 192.168.1.2， 就是你的 NAS 上。然后这边我们直接访问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dpit-v4-爱快.live00.com， 然后冒号55102，然后这边就以 HTTPS 的形式访问了 HTTP。好的，这就是这期视频如何部署 LobChat 作为你的私人专属免费 AI 聚合平台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的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谢谢大家。